当年他对天娜一开始不也是这样？谁敢保证他这一次对方怡婷不会日久生情？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我可以帮你。那郑梅姐，我的幸福就靠你啦。你曾经当过我的经纪人，你真的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？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我好几次，真的不知道。老天让你忘记这段回忆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你想捐肾给小雨？我已经做了比对，我可以捐给他。等手术成功之后，我会让小雨知道你是她的妈妈。千万不要破坏你太太在小雨心目中慈母的地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尽过一个当妈妈的责任。能够捐肾给小雨，已经是上天送我最棒的礼物。看，下一场。哎，先喝点热饮。你看起来很不舒服，伤口是不是很痛？需要回去医院检查一下吗？谢谢。没事啦，应该是这2天晚上没睡好。你是想念小雨了吧？这样吧，拍摄结束，我向公司请假，然后陪你一起去台湾见小雨。没关系了，我也很久都没有旅行了，就当做是给我一次偷懒放假的借口，可以吗？我不想打扰到他们一家人，也不晓得清风的太太会怎么想。郭小姐，方便聊2句吗？你是哪家报馆的记者，懂不懂？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，先看看这张照片。娱乐圈最近应该是太风平浪静了吧？连送朋友上车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有新闻价值。那就要看这位朋友和郭小姐是什么关系了。这是我朋友的孩子，他们从台湾到新加坡来玩，我招待他们到家里吃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他这趟是来动换肾手术的，而且他住院期间，你也刚好同时住进了同一家医院。瑶瑶忙肠炎入院，难道我也需要向你交代细节吗？这么刚好同时动手术，也未免太巧了吧？郭小姐刚出道不久，就有传闻她秘密生子，该不会……我建议你不要再胡乱猜，也影响瑶瑶拍戏的心情。瑶瑶，我们去换衣服。我看你跟那小孩不是一般的关系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与其被爆料，还不如接受我们杂志的访问。瑶瑶，你怎么了？郭小姐，瑶瑶，郭小姐，瑶瑶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叫救护车！像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凝望着。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里，落下最终依旧散尽，命运还是不尽人意，我放弃。相爱的气息吹散在风里，你的决定结束这不对称。我们都用尽全力在猜疑，不怪你，是我傻，是我疯，是我错，留不住你。相遇来不及，却又道别离。再见过去，再见了不对称的爱情，原来是。以后我懂爱情的真谛，不对是爱情，不对是爱情。
慧宇，他怎样了？你先别乱动。又让你来医院看我，不好意思。医生说他的伤口轻微发炎，血压偏低，需要休息静养一段时间。剧组那边解决了吗？幸好他的戏份也已经拍得七七八八，导演说可以先拍其他人的部分。那你就安心休养吧。但是，那个记者好像已经猜到我跟小雨的关系，我怕。这你就不用担心。你有办法？你真的有把握把这则新闻压下来？郭瑶是知意的艺人，我跟你一样紧张。可是那个记者拍到瑶瑶和小雨在一起的画面，再加上之前传过他未婚生子，我担心。你对我的办事能力没信心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瑶瑶她很辛苦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真的不希望她再受到任何攻击。你会不会打高尔夫球？啊？走吧。去哪里啊？没有记错的话，志毅应该有很多年没有签经纪人了。相信方小姐有过人的地方，还有你手上有郭瑶这张王牌，难道没有其他经纪公司来抢人吗？这小子肯定是出了天价拉你过档。张叔，你就别笑我们了。其实我约你老出来。佛爷最近好吗？好久没露脸了。他非常享受退休生活。退休？是隐居吧？想约他出来少酌2杯也很难呐。我一定会回去告诉他，总编您想念他，能不能当做卖个面子给老朋友？郭瑶的新闻，就拜托你们家的记者高抬贵手。唉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个独裁的领导者。再说，不能够因为有一句话就叫记者放弃他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消息。读者有他们知道的权利。如果已经确实的报道，我没有立场要求你们不要报道。要是郭瑶的名誉被不切实际的报道所损害，到时就算多不愿意，身为知意的负责人，我只好告你们诽谤。放心吧，张叔，我不会给你难做的。我会督促我的下属拿出真凭实据来，到时就不会有诽谤的问题了。杜撰出来的传闻，记者又怎么可能拿得出真凭实据呢？是不是传闻，查了就知道。张叔，其实我约你之前，先咨询了我的律师，他认为直接采取法律行动才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。其实你可以听他们的建议，这样今天就不用带方小姐来陪我晒太阳。律师只懂得法律，对我们娱乐圈一知半解。艺人和媒体之间相辅相成，能成为朋友，为什么要成为敌人呢？再说，打官司肯定会有输的一方，没意思。郭瑶现在当红，她的新闻价值你心里有数。这样吧，我们一人让一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们压下这则新闻，以后知意所有艺人的消息都优先让你们报道。当然，要是你觉得这则新闻值得让你破坏我们和谐的关系，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我们只好在法庭上见了。他真的会妥协吗？他这只老狐狸比你和我都精明，懂得衡量得失轻重，绝对不会做吃亏的事。放任这则新闻出去，他要背上不小的风险。可是他刚才一言不发，也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东西。会不会
那个记者手上除了照片之外，还掌握了其他有力的证据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他今天就会答应和我见面了。你的意思是他在试探我们的虚实？只要先骗过自己，才能让对方对我们的话深信不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自我催眠。小雨只是郭瑶好朋友的孩子，别人讲起什么，一概否认。我捅出那么大的篓子，这一次要不是有你出手相助，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才好。想要感激我的话，就请我吃大餐吧。好啊，你吃得下的话，满汉全席也没有问题。不过你这个人还真的是很深藏不露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能是不轻易在人前展露的？你指的是哪一方面？我指的是球技。如果我告诉你刚才那一球纯粹运气好，你信不信？不会吧？那要是万一真的打不中的话，岂不是糗大了？你要怎么找台阶下？你骗我！没想到你这个人除了球技了得之外，连骗人的技术也一流嘛！演得那么逼真，怎么不干脆去当演员啊？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骗人之前要先骗过自己。好吧，我就这个款式，可以下个星期5帮我安装吗？好的，我帮你安排。谢谢。小姐，麻烦你的地址。啊，这里。谢谢。啊，会痛的。我叫你陪我逛街购物，你却一直在看剧本，需要这么拼吗？当然要拼啊，明天是要开拍了，我当然背熟啊。我怕表现不好被导演骂。导演也是人，又不是老虎。就算被他骂几句，你身上也不少块肉啊！这个机会等了这么久，不想有什么差错。来，帮我对稿。在这里。嗯。不如上我家吧。你家？干嘛？你不敢上来我家？我又不是老虎，又不会吃了你。不是啦。上女生家就害羞成这样子，不要告诉我你还是个处男。我就是又怎样？处男有错吗？去就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你快点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的。为什么要后悔？谁叫你是个快绝种的纯情处男？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怕你的心脏负荷不了。啊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你看你的脸都红成这样子啊！阿玉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很久没见到你了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现在看到了，我还死不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阿玉，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爸爸弟弟都很想念你，有空回去看看他们好吗？他们不是我的家人。阿玉，伯母你好，我是少鹏。你好，你是阿玉男朋友吗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我是关心你。有事情不用你管，可以回去照顾你宝贝儿子了。不是要对稿的吗？对。谁让你做的？不是要对台词吗？剧本。哦。你还不坐下？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，要是你敢说半句跟剧本不相干的废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煲汤。我只是关心你。我说不准讲废话。台词啊，剧本里的台词。继续。Sorry。终于愿意出现了。第一天开工就迟到，我可以知道原因吗？
我只不过迟到1分钟而已，而且我的妆已经化好了，补一下就行了。我又不是最后到的。迟到1分钟也是迟到，人家怎样那是人家的事情，你自己要懂得遵守职业操守。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请导演马上换人。还有，是谁教你自己化妆？把他的妆卸掉，重新化过。卸了重新化。他早上吃了火药啊。他有没有骂你？小女人嘞？你被他毒哑了是吗？你没事了？我有什么事？那我可以说跟剧本不相干的废话了吗？我的天哪，我不知道该说你傻还是天真。你还没回答我，我可以说废话了吗？说啦，你除了说废话还会说什么？打这么大力会痛的。痛就好，不痛就要看医生啦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出了点小意外。你的脸怎么了？不小心撞伤了。看，你迟到就算了，你还要把自己的脸搞成这个样子，你应该知道艺人是靠脸蛋吃饭的吧？你这样要怎么拍戏？我等一下请化妆师把遮瑕膏上厚一点就可以了。我再认真的跟你们讲一遍，当艺人的，不管是外貌、形象还有态度，都不再只是属于你们自己一个人的，它是属于共享产业，照顾好他们是你们自己的责任，认真一点。还有，不要再给剧组添任何没必要的麻烦。难搞的艺人，不管再有才华，也别想在这一行一帆风顺的混下去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我问你们2个，明白吗？凯莉，帮个忙，画快一点，我不想让剧组等。OK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真好，老板亲自送我回来。派你去台湾当苦差事，当你一天的司机算不了什么。放哪里？放一边吧，要喝什么？开水就好。对了，台湾那边怎么样？帮星儿制作组总算和解了，已经复工了。他肯听你的劝告。我又骂又哄的软硬兼施，他是我的艺人，我懂得怎么应付的。谢谢，辛苦你了，要你特地飞过去解决那个难搞的家伙。其实他是个认真的好演员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只是说话太不留情，很容易得罪人。那制作方那边呢？我买了一大堆土产送给他们，然后很诚恳的跟他们赔不是，之后他们也接受了。艺人就是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事情，没有想过制作组的难处，而制作方只考量了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才需要我们这些经纪人当中间人。当中间人难免吃力不讨好，常常搞得里外不是人。可是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。总之，这次辛苦你了，所以我预定了餐厅请你吃饭。那么好，慰劳我的得力助手，应该的。走吧。Cheers。Cheers。唉，已经很久没这样放松心情的享受美食了。你去台湾没好好吃饭吗？没时间啊，我就在便利商店随便找个东西吃，就这样。再怎么忙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其实这一趟我想了很多，我现在能够坐在这里跟你吃饭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所以我会好好珍惜我这副身经百战的身躯。你要说到做到啊！身体垮了，工作就会力不从心，健康永远排第一。自从我出车祸以来，你就一直很支持我、照顾我，我一直都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应该没办法振作起来。怎么突然那么感慨？
你该不会在台湾出了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我在台湾遇到 Francis， 你记得他吗 ？Francis， 我记得啊，他过得还好吗？他现在和他另一半一起开了服装店，看起来很幸福。你们聊了很多。你也知道的，出了车祸以后，有一部分的记忆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可是跟他聊了之后，好像想起了一些。他也有提到你。提到我什么？他说，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上司，处处为我着想，能够遇到你是我的福气。他还是没变，说话跟以前一样夸张。他就只说了这些啊。嗯哼，不然还有什么？还是你担心我们说你的坏话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，怕他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？我做事坦荡荡，哪有什么秘密啊？那就可惜啦，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排行榜，说有秘密的男人最有魅力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隐藏多点秘密，增加我的神秘感？嗯哼。Francis， 嗨，回到家啦。早就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店里的妹妹说你带来的咸蛋鱼皮很好吃，要我跟你说声谢谢啦。不客气，下次去台湾再带给你们。喂，我再问你一次啊，你真的不知道我当年的男朋友是谁啊？当然不知道啦，骗你干嘛？哎，你问很多次了，烦不烦啊？我们是好姐妹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还敢说？你还敢说？我把你当成是闺蜜，什么都跟你说。当年啊，竟然偷偷交往不跟我说，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气哦。哎，都过了那么多年了，你还想来干嘛？我只想知道真相。哎呦，知道了又怎样？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活在当下。对了，我给你的面膜你到底有没有敷啊？你看一下你的脸，皱纹一大堆。Oh my god！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出国发展，有了这笔钱，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。副总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想要我怎样？犯法的事，我是不做的。你是唯一知道我和天爱曾经交往过的人，所以你是想要我保密，不跟天爱说？说的也对啦，有些事情不知道，反而更好。说不定他会失忆，也是因为老天爷可怜他。哎，我当你答应我了。我承认这笔钱是很吸引人，不过我主要的是不想再看到天爱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感到难过。谢谢你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搞不清楚，你跟其他公子哥不一样，不会因为天爱毁容了而抛弃他吧？我就知道。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方便告诉你。如果你真心把天爱当朋友，就跟我一起保护她吧。希望你能够遵守承诺。妈，明晚6点，平常那家餐厅见。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商量，见面再说，早点休息。好。天姐，进来。手信。给我。这是台湾的高山茶，有助于防止动脉硬化，适合老人家饮用。回去好好孝敬你奶奶。谢谢天姐。怎样？最近有没有偷懒？
当然没有。歌舞剧拍的怎么样？应该有2个礼拜了吧？我反应慢，一开始是有点适应不了，不过现在慢慢进入状况了。真的？导演那天还称赞我表现好。你有才华又肯努力，一定会被大家看见的。你一定要保持这样谦虚的态度，继续努力，知道吗？来，奶奶，给你的。哇，你的天台姐对你这么好啊！你这次啊，真的是遇见贵人喽！奶奶，你高兴用不着打我啊。记得要谢谢人家啊。说了。还有，要加倍努力做事，千万别辜负人家对你的期望啊！是，我已经尽全力了。来，先把它说好。啊。奶奶啊。啊。我最近忙着拍戏，都没时间来帮你卖纸巾，你自己一个人要小心哦。傻孩子，奶奶又不是看不见走不动，以后放假你就不要来了，争取时间多休息啊，隔天才有精神拍戏哦。给我3包。好。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伯母，天气很热，喝点冰的吧。谢谢。伯母坐。你叫少鹏对吧？你真的不是阿玉的男朋友吗？不是，我是他的同事。阿玉她最近好吗？我们最近一直在拍一个电视剧，是个歌舞剧，所以他每天都在忙着排练。是啊，她从小就很喜欢表演。每次亲戚来我们家，他就会在大家面前又唱又跳的，很可爱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给你看笑话了。自己女儿的事情，我还要从别人口中才知道。没有啦，他忙拍戏，所以没时间回去看你。我奶奶也是这样，也不太清楚我在拍什么。就算不忙，她也不会来看我的。阿玉她不喜欢我再婚，一直故意在继父的面前耍脾气，两人相处的不太好。后来生了弟弟，她更是变本加厉。一个中学生，3天2头的不回家，我就天天接到训导主任的电话。你们后来怎么会分开住？我也不愿意的，可是他忙着我在外面打工。存了一笔钱，高中一毕业就和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，带了几件衣服就走了，就再也没有回家了。他好像和我们断绝关系一样。我这个做妈妈的做得很失败。少鹏，我可以麻烦你帮忙看住我们家阿玉吗？伯母，你别这样说，杨玉她很独立能干。我才是每次受他照顾的人。不是啊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，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支气管不好，哮喘经常发作，所以，请你帮个忙，在拍戏的时候确保他有把气管喷剂带在身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多劝他少抽烟。知道了，我会看着他的。谢谢你啊。啊，我们可以互留电话吗？万一阿玉有什么事情，你第一时间联络我。当然了，没问题。话中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一字一句像圈套。
手掌总翻不完，谁无理取闹？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5秒，然后战火在燃烧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。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豆子圈子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，只是想让我知道。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Cut， Good take， 大家准备下一场。导演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新人表现还可以吗？开拍那几天，我还以为死定了，你们居然送了一块木头给我，没想到进入状况以后，他的表现让人赞不绝口，歌唱得好，态度更没得说。投资方那天过来看我们的毛片，非常满意，有意思要拍第2系列。这么快，这个系列都还没拍完呢。可见他们对我们这部戏很有信心。我已经特别请编剧加重邵鹏的戏份了，让他做第2男主角。到时你们一定要把他的戏留给我哦。难得导演你那么看重我们家邵鹏，这一点我一定替你办到。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看错人。像邵鹏这样的人才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你们一定要好好栽培哦。谢谢你。导演发了一些你们拍摄的片花给我看，作为新人，你们的表现我很满意。这一餐怡婷姐请，当做是慰劳你们，你们都辛苦了。接下来要继续加把劲，坚持到最后。我们会的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等一下，接下来你们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，要开始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尤其是你，你是网红，接下来又要转型当演员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你。把烟戒了吧。哦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他们2个人比较小孩子脾气，不过在片场很讨喜，导演很喜欢他们。导演最欣赏的人是你。老实说，3个人当中，我最看好的也是你。我也很想帮你争取更多机会，让你可以好好表现你自己。可惜，你不是我的艺人。如果我这么做的话，那叫越界，会冒犯到天爱。这点规矩你应该明白吧？我知道。但是公司也没有规定艺人不可以换经纪人。你想不想有更好的发展？天爱姐已经很努力帮我找机会。我不是说天爱的能力不比我好，但是你看郭瑶，我相信你绝对有潜质可以像她一样红。天爱是很用心，但是个性比较温和，做事不够积极。没有对错，就看你想要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，还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巅峰。你自己选。我考虑一下吧，尽快让我知道答案。食物怎么还没到啊？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你好，先生几位？已经定位了，姓张的。姓张的，好，请我来。妈，我到了。我有点不舒服，
不过去了。要不要接你去看医生啊？不用，你帮我招待客人。你约了人？嗨，是你？怎么啊？不欢迎我啊？当然不是。想吃什么？你帮我点。来吃吧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有，一个帅字。没想到你的才艺是讲冷笑话。是认真的啊。怎么，工作还习惯吗？不错啊，蛮好玩的。把工作当游戏不是不行，不过该认真的时候还是得认真的。我没有不认真啊。对啦，听说你在国外谈了一些合作项目，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啊？不错嘛，还蛮关心公司的规划。戏份不多没关系，只要能参与你的制作，我就很开心啦。有适合的角色，我当然会让我们公司的艺人参与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撞到眼睛，还好吧？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的事情啊！你们是我们公司的资产，我当然会关心啊。别说的那么现实嘛。告诉你个秘密，什么秘密？我的伤不是撞到的，是被我妈打的。你妈打你？她也不想的。自从我爸跟她离婚过后，她就患上了忧郁症。情绪病可大可小，你要带她看医生。有啊，吃了药通常会好一些，不过偶尔她还是会失控乱发脾气。平时看你开朗的样子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要面对这种事。习惯就好啊，谁知道她是我妈？我不理她，谁理她？别说不开心的事，吃吧。谢谢你请我吃饭，还送我回家，我很开心。不客气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拍摄。哦，对了，我家里的事，我只跟你说。放心吧，你是我们公司的艺人，要是让别人知道，对公司也没好处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喂，我要你帮我查一个人。喂，你是吃拉萨吃上瘾了？好吃嘛，明明是大玉推荐我的啊。好吃也不是像你这样每天吃啊，肥死你啊！不要羡慕我新陈代谢好，吃不胖。明天那场戏，我想加口琴演奏，口琴你也会？不知道导演会不会同意？问了就知道啦。我是怕他觉得我自以为是，乱给意见。不会啦，导演那么疼你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充电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不要抽了。喂，一个放映厅已经够烦了，连你也要像他一样管东管西。抽烟对身体、对皮肤不好，更何况你的支气管不好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支气管不好？我听Jin他们说的。你少骗人，我从来没有跟公司的人提过。你见过我妈？过分！喂，你别生气了。你不回家，伯母会担心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他，还帮他说好话。我说闭嘴！你到底是不是我朋友的？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不是叫我闭嘴吗？我叫你吃屎，你吃不吃？我当然把你当朋友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？不是。我警告你，你再跟他联络，我就跟你绝交。
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怎么了？跟女朋友吵架啦？都跟你说不是女朋友了。那肯定是你暗恋人家喽。没有啦。还说没有？你一回来就魂不守舍，老盯着电话看。他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他闹翻。唉，现在的男人啊，真没用，你喜欢就喜欢了，这么多借口。你爷爷以前啊，就不像你这样这么胆小。你回我啊！查到怎么样？你不要被吓到。你说，当年你妈还是模特的时候，江小敏的父亲跟她传过绯闻。你确定？这点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毕竟当年不像现在这样，什么都被人放上网络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俩交情匪浅。你在公司多制造一些机会，让他们两个人独处，能够安排他们一起出国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兰姐，我们这么做不太好吧？要是国玉知道我们暗地里故意撮合他跟小敏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你觉得我应该放任他跟方依婷在一起吗？根本都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。我尽量安排。化成尘埃的温暖，冰冷幻想，浮华对镜的孤单，让我迷失了坚持的动向。未知的起起落落，谁在身旁？告诉自己独立是该成长。品尝旅程饱含的酸甜苦辣，带着封存的梦想，努力翱翔。So I tell myself， 别投降，珍惜只